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并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好，欧洲对中政策呢，现在出现了翻转哈，访中访华似乎成为了每一个国家的必备事项。首先，我们来看到啊，德国总理梅尔茨明天呢就要抵达北京来展开正式访问了。他25日呢要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然后就要去参观紫禁城以及德国车企，之后呢要前往杭州去访问，就是机器人很夯的这个宇树科技啦。好，甚至他在访中前夕呢，德汽车产业界呢还在公开喊话说德国政府应该会在会谈中争取市场开放，并且要求中方呢提出减少竞争扭曲的具体方案。好，非常明显的，德国方面呢很想要中国的市场。那么德国的智库呢也将此行定位为压力测试，说呢在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不确定性之际呢，欧洲是否能够在对中政策展现一致性立场以及战略自主，值得观察。但是德国自己呢，德国的大学教授就说了不论是上一届政府还是现任的德国政府，中国是制度性对手的定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那么现在要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在中期内呢是非常明智而且必要的。好，不过其实德国呢还是很担心中国的，为什么呢？来看到德国媒体就说必要的时候欧盟国家呢必须要去接管港口。为什么突然间提到港口呢？就是因为习近平曾经在2017年表示，弹药致富最重要的是要有沿海港口。此后呢，中国不断的进军越来越多的港口。好，在欧盟陆气中呢，远集团还有这个招商局集团呢，就持有20多个货柜码头，还有其营运公司的股份。那么就有媒体指出了说，稍早揭露所取得的一份欧盟委员会计划在3月初公布的新战略草案呢，显示欧盟的成员国呢，在紧急状况下呢，要去接管这个港口。好，看来欧洲对中国呢，是又想要它的市场，但是又很担心它呢会占据他们的港口。但是怎么样呢？你跟中国打交道，总比跟现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川普好吧？好，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了，说呢，希望确保中国履行他在协议中呢部分的义务，代表他们呢得要继续去购买他们承诺过会购买的产品。大陆买单吗？我们来看到大陆商务部怎么回应，说他们很反对任何单边加征关税的措施，美方对等关税、芬太尼关税等单边措施违反了国际经贸原则，也违反了美国法律，不符合各方的利益事实证明呢，我们双方呢合则利斗则伤，所以呢正对相关的内容和影响进行全面评估，敦促美方取消对贸易伙伴加征有关的单边关税措施。好，那么现在呢，华府智库学者呢也非常担心现在川普没有了关税筹码，习近平呢可能会很从容因为他呢就是稳赢了嘛。好，他就说了，说北京对于这项裁决非常感到欣慰不但天真的认为美国贸易政策会因此全面回到川普2025年1月回国白宫前的状态。好，那么澳洲、加拿大、英国等等的亲美盟友领导人呢，现在呢也是相继访中。好，他认为北京可能已经采取对外更友善的姿态，往往在被每部分国家视为破坏多边贸易秩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那么大陆的学者也说了，说呢现在对外政策流氓化的美国周天子时代已经结束了他说呢，川普政府的内外政策会变本加厉啦，但一般认为川普多半会输掉11月的中期选举。但是如果川普再极端一点呢，他可能会取消这个中期选举，那这个矛盾就更大了，弄不好呢可能会爆发内战哦。那么现在
川普穷途末路到要去找印度了吗？好，我们来看到了，虽然呢，在这个关税被判违法了之后呢，印度的贸易代表团呢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延后赴美敲定临时协议的行程，等到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厘清了之后再说。那么呢，我们知道川普之前克印度啊是25%的关税，甚至还有这个惩罚他去购买俄国石油的25%惩罚性关税，但现在呢，通通呢都要降下来了。不过啊，在这个稀土细盾的方面呢，美国要跟印度合作哦。现在印度呢是加入了细盾联盟，要深化美国在 AI 还有半导体战略的合作。好，23日呢，印度举办了这个印度人工智慧影响力高峰会，正式加入细盾联盟，象征印度跟美国在战略科技还有供应链合作上面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好，那《华尔街日报》指出啊，说美印官员啊在宣布印度加入联盟的时候，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他们指出呢，中国试图啊将其在稀土还有其他供应链中主导地位给武器化啊，因此给 AI 巨大需求而承压的科技业带来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所以现在呢，川普非常的积极去拉拢印度一起来抗中。只不过美国对印度来说呢，似乎也不是一个好的盟友嘛。我们来看到了欧洲现在纷纷呢去找这个中国来谈商业合作，就可以知道了，因为这个美国实在是太不确定了，所以印度现在可以成功的被美国拉拢吗？好像也很难说哈。先请教赖教授。我先简单的评论一下，美国在拉拢印度，或者是日本在拉拢澳大利亚、加拿大啊，他们在对于有关于所谓的稀土，说中国大陆把稀土武器化这个部分啊，简单的评论。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啊，特别是 G7 等这些国家，他们倒果为因，而且他们本身啊，这个真的是是非黑白，故意把它混淆。如果不是美国从拜登时代对中国大陆，其实更严格来说是从川普时代第一任对中国大陆实施科技战，也就是禁止这个 SMO 的这个光刻机卖到中国。再强调 SMO 的光刻机不是美国的，但是美国要求欧盟必须把中国大陆的相关的高科技的产业都不准卖给中国，而且要勒中国的脖子，也就是特别是这些半导体啦，包括原料，日本的原料，包括一些泥胶剂，也包括光刻机，也包括台湾的台积电等这些先进的，都不准卖给中国，就是要把中国打趴。中国大陆被迫反击的时候，采用的就是稀土，所以先把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武器化的是美国、欧洲等所有的这些大部分的工业化的国家。然后中国大陆反击的时候，他们反过来再咬中国大陆，说大陆把这个稀土武器化，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荒唐，而且呢倒果为因。坦白说，我们嗤之以鼻啊，这是要先强调一点的。那现在这些工业化的国家，他们痛苦困难，解决不了稀土的问题啊，这个求中国大陆放他们一马。你要求中国大陆放你一马，你先放中国大陆一马嘛。你把那些你限制中国大陆高科技的东西你放掉了，你稀土自然就拥有，就这么简单的事，他们不干，专门要去找这个去找茬。我觉得他们是自己找苦吃。好，讲墨兹他要到中国来访问，重不重视？很重视啊。他要临行之前啊，他还特别请了在德国所谓的汉学家到他的这个官邸这边来共聚晚餐，然后他要向他们请益，怎么样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啊？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建立起一些关系？这个临时抱佛脚了，也还可以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欧洲跟美国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汉学家了。也就是说，你在美国也好，你在欧洲也好，你看到的所谓的中国通，其实他们都是中国不通。老一代的汉学家，欧洲的，我在欧洲的读书的时候，在巴黎大学，我那时候所接触到的不管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的研究中心的这些老师，或是德国的这些老师，他们本身的这些素养是很高的，他们连中国的古文都可以读得懂。那新一代的汉学家其实差太远了，跟他们的老师辈差太远了，更何况现在这一代的所谓的欧洲的
美国的汉学家，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根本是一知半解，根本搞不清楚，所以根本搞不清楚，也不了解中国的这些汉学家要给墨子出点子，我觉得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墨子本身又卷在他内部的政治斗争，他的内部的绿党、社会党又要牵制他，然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错误的认知，事实上是从欧盟执委会开始，到欧洲的相关的国家都接受美国对于他们国内所使用的认知作战，故意去丑化、污名化中国，所以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认知跟现在的中国是完全10万8千里远。所以现在总算有一个德国的学者跳出来了，说事实上是我们的报业跟我们的政府有意的在误导我们的人民。现在你要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先要解决国内的问题，所以你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到中国来说教不必了，没有人喜欢你这个教师爷。所以现在啊，他们想要跟中国搞好关系，确实需要明定一个自己国内对中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战略啊，否则，你要反中，你要抗中，然后你又想要跟他合作，真的是太矛盾了哈。请教苑教授。今天是2月24号，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整整打了4年了。明天德国的梅尔兹就来到了中国的访问，如约而至啊。所以大家想一下，这一场4年的俄乌冲突之间，谁的受害最深？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啊，在这个俄乌冲突4年前的话，德国依赖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包含油跟气的话呢，是50%以上。那今天的话呢，在美国的强迫压力下的话呢，要降到10%以下。那么这种差距的话呢，对德国来讲，目前德国的处境是非常非常难堪的啊！大家要了解啊，我在欧洲住了很久啊，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是欧洲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尤其是它的汽车工业。那现在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啊，10几年前的话呢，在大陆的话呢，普遍来讲都会以开德国车为荣啊，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梅尔茨的话呢，他来访问，如约而至啊。前一阵子，大家要了解啊，这个他的前任的话呢，这个梅克尔的时候，是这个中德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时期。那加上舒尔茨的话呢，关系很差。然后到现在的话呢，梅尔茨不得不来的话呢，伴随着大家一起来，那么带领了30多个贸易团体，这里面的话呢，展现的最主要的单位的话呢，大家可想而知，梅尔茨来的时间不长，最主要是面对自己在德国有的压力啊。因为说这个德国，我必须坦白讲啊，长期来讲的话呢，跟德国人交朋友是不容易的啊。因为德国人的话呢，他自己的话呢，以他的工业发展来讲，是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但是现在这个优势的话呢，在中国的面前，他必须要求你把市场打开。这种要求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中国对于这个欧洲的出口的汽车来讲，都是受到很大的打压制。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谈到现在这个川普所面对的政府，面对美国最高法院判处他这个原来的这个对等关税，通通是违法的。这里头的话，我给大家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针对谁而是民主政治的设计里头，就是包含了生怕这一个人的代表会变成独裁，会变成暴君。然后呢，现在川普的话，确实是有一种暴君化。所以说，在这边的话呢，这个金灿荣讲的这个川普本身来讲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严格来讲，在我们哲学中就叫做不理性川普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是极其不理性的，他完全不按照规矩来的。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最高法院判处于你做事情不合格就是违法的情况下，你居然先加征10%，然后再加征15%，你每天拿着关税乱搞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个无怪乎大家发觉美国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一个盟邦也好，伴侣也好，甚至于说是长期合作的一个伙伴。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话，大家可以了解到，美国现在在发展上，在川普的乱搞、胡搞、瞎搞之外的话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底下的官员只好进一步的强调，美国的话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外讲是永远不会变的，对内的话呢，却是每天都在变。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美国自己会自己就自爆的。这再搞下去自己会爆，也不需要谁在讲那么美国本来原来它的地位的话呢，就是一个岌岌可危的现象，因为它自己的生产力不行，现在再加上川普的胡搞瞎搞的话呢，我觉得美国这个情况下是越来越麻烦。川普的胡搞瞎搞，刚刚金灿荣说了，有可能川普会采取极端手段取消中期选举吗？好，我们来请教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川普他上任以来，虽然好像睥睨各国，可是被他的
大法官打了这个巴掌，这是他这一任上来以来最大的挫折啊，很难看嘛。那全世界多数的国家啊，现在当然他会静观其变，欧盟大概会比较早出手，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2天的讲话。那过去我们称欧洲、美国叫欧美啊，代表西方先进文明啊。我们这2位老师啊，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法国，都是最好的大学在里面念书，念博士啊。你可以看到，那时候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明尽在此啊，现在急急忙忙跑去中国大陆朝圣，好，因为被川普打了，发现说原来川普是这么恶劣、这么下流、卑贱的人啊，没有错，这就是他的性格啊。但很多人还把川普当一回事，尤其像赖清德这些人，你讲人家都已经不把他当一回事，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国家没有错，可是他没有人格，没有人品了。美国说：“你们中国大陆那时候跟我们签这些，你要遵守。问题美国要别人遵守，他自己从来不遵守的啦。那你跟他谈什么判，永远吃亏。你永远吃亏，因为你遵守，你就约束了自己。他不约束自己，他答应你的，统统不做，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啊。”对不对？5年前蔡英文骗我们吃美国猪肉，莱克多巴胺，我们就可以加入国际世界组织。没有啊，我们5年来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美国这5年来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帮我们提案说让中华民国让台湾加入，没有，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没有。那你怎么会相信他呢？好啊，现在欧洲很多人认清了，他们过去跟美国一直抵制中国大陆，他们叫他去中东打仗，他就去打仗。这些人现在尝尽苦头，被美国人羞辱。当然加拿大是最严重，所以加拿大才在达沃斯的论坛，他的总理在里面发言，美国很不爽。可以看到加拿大总理去了中国大陆受到何等的对待，卡尼对不对？我们看到泰国的国王50年从来不到中国的去了，泰国啊，国王是比总理比谁？泰国政坛一直在变化，只有王室是不变的，最大。而且老百姓是非常敬仰的。好，那你再看往前面，芬兰，对不对？芬兰的总理也去了。法国的马克龙还去那边小跑步、写马英九。大家看到就是受到四川大学学生的反应的热烈欢迎。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了。所以一个接一个，过年前是英国的首相去了，那现在过年后就是看到德国了。我们知道德国过去在台湾。大家所看到了 BMW 宾士，对不对？然后Volkswagen，这是它的3大汽车产业，过去纵横全世界。我去中国大陆采访的时候，坐的计程车都是Volkswagen的，大众汽车啊，我们这边叫福斯啊。那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不行到什么地步，因为中国这个发展太快了，所以这些国家非常恶劣的怎么样？他们在2024年10月。就说你这些你们这大陆的这些公司，你们在电动车太发达了，除非你们把你们的秘密配方告诉我们，不然我们要跟你课重税。然后中国大陆当然不答应，他们就课重税，课多少？他本来的税是10啊，再加35，叠加再加35，叫做还倾销税，可不可恶？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比川普的品格好啊。一样的卑劣啊！现在就络绎不绝，为什么？他被川普逼了原来经过了川普当美国总统这一年全世界发现，全世界唯一讲话算话的领袖只剩习近平了嘛？你就可以看，这是事实啊！不管你都不爽，它就是一个事实。所以你看到了这些人会不会得到什么成果？那我们看中国大陆如何对待吧。好，所以就看这个德国总理这一行的压力测试，最后能够测试出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过完一个农历新年，结果呢，中日关系还是持续的紧绷。我们来看到啊，今天呢，中国又再次宣布了要把20家日本的实体呢给列入出口管制的管控名单。好，中国商务部发布公报了，说啊，为了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事务，要决定将这个30造船株式会社等等可能会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呢，通通都列入出口管制的
管控名单哦，就怕我把一些稀土给你呢，你会把它拿去造这个军事的武器。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川普现在呢也是一样，他呢关税被判违法了之后，他整个人是越来越暴走了。他今天啊24号呢就要来进行这个国情咨文了，很明显的他压力爆棚了嘛。好，那这一次呢面临了很明显的民调压力。那么根据了华邮还有 ABC 民调呢，川普整体的施政满意度就只有39% 而已，而且另外呢还有超过半啊，65%的民众都认为川普已经逾越了一个总统职权。但是我们刚刚说了，他已经越来越暴走了，而且发言呢是越来越情绪化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关税失效啊是非常荒谬、愚蠢，而且在国际上意见分歧的一个判决。其实呢，在无意间赋予美国总统更多权力，无能的最高法院替错的人做出有利的决定。到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你这样子被判违法了之后，美国总统会有更多的权利呢？甚至他还发文警告了，说啊，如果有任何的国家你敢利用这个最高法院的荒谬判决耍花招的话，你就会面临更高的税率比他们近期同意的协议条件还要更糟糕，尤其是那些剥削美国数十年的国家。但是呢，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真的是不太好，即便你有关税收呢，也不一定有用我们来看到专家就揭露了美国的财政病医，即便你的关税没有违法，继续收的话也很难救那川普的化债以及减债最终只是徒劳，因为美国的财政压力呢，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财政的收入，而是财政的支出。美国财政的纪律沦丧，把200多年的家底不断的送到全世界贸易赢家的手中所以川普你想要救经济，可能要想一个其他的办法了但是呢，的确你这个关税呢不平等，然后现在最高法院又判决了，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现在全部都大洗牌了。那金融时报就说呢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束了川普的贸易手段之后，原本急着跟川普敲定协议的国家反倒成了输家，反倒是那些呢还没有跟美国签署协议，或者是正在遭受重罚惩罚性关税的国家，现在都反而成为赢家了。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巴西，巴西现在意外成为了最高的受益者，因为巴西原本出口到美国平均是需要承担26.3% 的关税的，有一些甚至是高达50%的关税结果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平均税率降到只有12.8%。那减幅是达到了13.5个百分点，是所有贸易伙伴中最大的差距，也就是他赚的最多。好，那是谁是最大输家呢？就是英国。因为怎么样？英国原本是第一个很快就跟美国达成协议了，说好了我们有10%这个对等关税税率听起来很低结果没有想到呢，川普的关税被判违法了之后呢，一口气所有的国家收15%他突然间就从10%变成15%了。那影响呢是全球最大的。那第二个影响的是意大利还有新加坡，也都是从原本的低关税变成突然间很多了。好，所以现在呢，欧美的友谊小船要翻船了吗？所以现在呢，欧盟也不想跟美国谈啦，就警告了说呢，你的新关税破坏了双方的贸易协定那格里尔呢，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则是说尽管最高法院20日的裁决可能会扰乱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但是白宫还是会坚持跟贸易伙伴签署的一些贸易协议。但是欧洲哪理你现在欧洲议会传出有意要暂停美欧贸易协定，毕竟你都违法了，我还跟你签什么呢？好，法新社的报道说呢，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原本预计要批准协议中取消美国工业的产品关税，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不过呢，其他议会党团的议员表示在美国法院裁决对欧盟影响更明朗之前，应该呢先按兵不动，我们先观察一下。至于法国总统马克宏怎么说呢？他就说这个被判违宪是一个权力制衡的好处凸显出了权力制衡跟法治民主的优秀之处。在民主体制中呢，存在以对等权力制衡，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对川普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也没有想要给你制衡所以他现在还对全部的人一起来加征这15%的关税，他真的是没有要被约束的我们来请教赖教授。
我们先看一下日本啊，因为日本当初啊，自民党在选举的时候，他们错估了啊，他们认为说，只要我们自民党大获全胜，中国大陆他就会接受这个现实，会想方设法跟这个高市早苗跟日本的自民党的政府啊，这个缓和啊彼此之间的中日关系，他们想得太美了。当时也影响了台湾的一些评论员跟一些学者啊，那有一些啊都认为说，哎呀，中国大陆一定会妥协的。我们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在新闻大白话，我们讲得很明白，说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日本跟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咖，日本现在不过就是中国大陆1/4不到的一个日本，然后工业科技并不完整，在全世界的这个大学的排行里面，日本的大学已经远落后于中国的大学，所以日本的科技能力已经落后于大陆的科技能力，这个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哈。当然也有极少数亲日分子啊，他们还是在唱日本的高调，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不会是他们所想那样。结果在大陆开工的第一天啊，大陆的商务部颁发的2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对20家军工企业，包括三菱重工啊等，不管是造船的这个马达的引擎的也就是涡轮发动机的，或者是潜舰的，或者是造飞机的，或者是造火箭的、太空的啊，全部涵盖在内。20家企业，它在所有的关键的稀土这个部分，全部都是禁止给这些20家企业，所以他们等于是没有办法从中国大陆获得任何他们在制造这些武器装备的时候所需要的稀土了。同时，中国大陆又公布了日本的另外20家这个企业，包括这个苏巴鲁我们在台湾也看到过他们做的那个小车，也包括这个大卡车，日本的大卡车都含在内，也就是飞机、发动机，还有地上跑的车子，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东京科技大学等20家的企业也都含在内，已经对你说我对你关注了，那你必须每一件你要的稀土都要经过审批，而且你要写下切结书，说你绝对不会转给第三方，特别是我禁止的这些公司，甚至你用我的稀土做出来的产品也不能够卖给这个我相关的这些企业，这个就很严格咯。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会去追踪，所以你要报告你要跟中国大陆买多少稀土，你要做多少东西，你要做什么，中国大陆都要知道，中国大陆要核实。如果一旦发现你本身造假，那很有可能马上把你列为禁止往来户。我想这个态度都已经很明白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当时的很多的研判来讲，你看到日本自民党现在一定很错愕，因为没有这一些重要的稀土，军工产业就会像美国的 F-35战机的雷达一样，也就是飞机造出来了，雷达没有稀土，造不出来，怎么办？用铅块去平衡一下，这个就是美国干的事。我想日本也可能会更惨，因为他连发动机都做不出来。没有稀土的日本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他们其他的制造业。就像没有关税的川普，他接下来还有什么手段能够去制衡其他国家呢？请教苑老师。这个川普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麻烦呢，就是今年11月份的时候要做的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的话呢，是美国呢这个设计上的一个制度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国会的改选的，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对于这个现有的这个执政者的人的话呢，得一次这个就有一次这个公民票决了，等于是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说这个川普本身的话呢，他自己所面对的越权的指责这个我觉得川普的真的越权，他简直是有点过分了首先第一个，他怒批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荒谬而且愚蠢。这个讲起来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是真的是匪夷所思我们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个司法本身这个判决不管真的假的吧那你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话呢，我在相信川普本来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大法官里头有好几个是他自己提名的嘛，那这个总是会听他一下。就川普这个人做美国总统，我觉得真是个悲哀他这个人又笨又坏他实际上根本搞不清楚就是说你这样子随便乱批评，你可以说人家的前任总统是猴子。
啊，那大家都会说我也是猴子啊，你也可以说是这个美国这个冰球队啊打败了加拿大，你可以说是老鹰踩住了加拿大鹅啊，这个的话呢一笑置之。但是你现在的话来批评美国法官的话呢，直接批评人哦，是人身攻击哦。你这种事情的话，你本身就是犯法的哦。你代表美国，你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的水准有多低啊？你选出这样的人来啊，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下，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讲起来是非常好笑，也很悲哀呀。就是说那时候急急忙忙去签的时候，我记得美国跟英国在谈的时候，英国不断强调，哎呀，我们跟美国有特殊的关系啊，这个 special relationship 啊，讲得非常得意啊，七早八早的啊，结果弄了个半天的话呢，啊，说已经要求到了10%，10%突然现在全部变成15%，但是我是觉得说是这个有点悲哀啊。然后里面当中讲到。啊，说巴西的话呢，巴西那个时候呢，那个巴西的这个总统卢拉，就是莫名其妙的被增加了50%啊，这关税啊，反正就是啊，波索纳罗的事情，因为这个判决的关系，前面的一个总统，那巴西呢就迟迟没有达成协议的下来这结果，因为巴西基本上对美国是一个入超国啊，也不是一个出超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川普也就乱搞。但是我必须要让大家想起来啊。这个我今天中午听了那个我们董哥的节目啊，就是从这个10几号，好像还不到10天的感觉啊，他就是台湾签的，急急忙忙签，这是最倒霉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签的刚好是15%，你根本就不用谈，你就躺那边睡觉的15%，结果我们剩下的产业全部走了。啊，说良心话，刚刚董哥还夸奖我们两个领带好，过2天领带都打不起了，我跟你讲，你看真的是产业都没了。所以啊，之前跟美国乖乖谈这个谈判协议的，现在呢，都反而是被重伤了。那以后谁还要跟川普谈呢？是不是真的只有台湾？我们来请教董哥。所以川普现在被打脸了，他现在急急忙忙啊，赶快要去中国大陆，他当然要接着要下去，而且他火速的早前几天就自己主动的宣布了，我们3月31就会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还没反应啊。对，没有证实，没有什么，很多记者去问呢，没有答案。那川普他现在当然他需要要沉到水里，要抓住一根芦苇草也好，类似这样。中国大陆现在的态度很简单，因为他已经看很清楚了。全世界这些国家最恶劣就是日本，他在支持台独，支持赖清德。那他看的都已经非常清楚，甚至可以为台湾的独立而去修改日本的宪法。这些都是他的一贯动作，中国大陆看很清楚了，中国大陆也看清楚了，美国一直在鼓励台独，一个全力支持台独，一个在鼓励台独。那你卖武器让台湾去，自我武装讲的是很好听，其实都是在捞钱呐，就是为了让美国这些军工业大家赚钱嘛，金火商就提供很多政治现金给州长、参议员、总统，这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别人死人，你们在赚钱。中国大陆看得很清楚了，那这一次当然对日本你刚刚听赖老师精辟的分析，你就知道，就他的手段很多嘛，连美国都怕他不给稀土了，何况你日本，对不对？可以看到这些动作一个一个的来那当然现在这些反中国大陆，他以前是围绕在美国身上不管拜登或川普，或川普第一任他一直这样，那现在的形势有些改观了，现在最慌张的其实是川普。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打脸你的大法官，你是被大法官打脸，而且这些大法官6-3里面有2个是川普提名的，这2个如果是投给支持川普的票的话，那就5-4就赢了，对不对？川普就获得认证了，没有啊，所以川普骂他们哈巴狗骂得很难听啊，好像人家背叛他，但是你作为一个法界的人，因为美国的大法官是终身职做到死啊，除非你中间被弹劾或者自己辞职，要不然你是做到死啊。他跟台湾那种不要脸的大法官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那川普你怎么骂，我就执行我的啊。川普明天上午10点要去美国做国情国会做国情报告，你看这个人家就是做国情报告，我们这个赖清德扭扭捏捏提一堆条件什么什么的好，他的那个要报告的是什么？他那个文件已经送到国会了，是这几个字啊，你看了会发笑啊。美国建国250年啊，那美国250，然后强大繁荣且受人尊敬，美国会受人尊敬吗？我们现在的美国，我们觉得都陌生啊。我们小时候一直长大，就是一个西方，尤其以美国为主的文化
或者产物或怎么样的社会。现在美国是受全世界人唾弃，没有人看得起。川普现在的民调，《华盛顿邮报》有60%的人是不信任他的。他现在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还在那边洋洋得意，假装设立内人，没有错，就是这句中国的成语。所以川普的这一场关税风暴目前还看不到尽头。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看到川普上任总统之后的另一个所谓的药物那就是气毒。美国呢又再一次袭击这个拉丁美洲，也就是加勒比海的一艘疑似是运毒的船只那现在这个画面也曝光了美军呢是再度空袭这个运毒船，结果击毙了3个人，造成3个人死亡。这是近月发生的最新一起的类似件。好，那另外呢，说到气毒墨西哥才真的是毒枭的一个聚集地所以呢，墨西哥政府呢现在呢也要进行这个搜查。结果呢，墨西哥当局呢是击毙了一个大毒枭埃尔门乔，没有想到竟然是引发了报复行动。好，墨西哥国防部证实了全球势力最强大的贩毒集团，他的首领呢在军方的闪电突袭中行动身亡。结果没想到他的党羽随即就在全国多处都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这个范围呢是遍及墨西哥20个州，大规模的纵火焚烧车辆，在各地公路甚至还设置了超过了250个路障。好，那对此呢，墨西哥总统呢也说了，说各州政府呢对安全情势进行全面协调，国内多数地区还是维持日常的活动，呼吁民众要注意并且保持冷静。好，另外来看到呢，一样非常紧绷的也是中东地区。现在呢，柳时报道说呢，川普政府已经拟定了对伊朗、德黑兰神权政府的2阶段作战计划。首先，第一阶段呢是精准的有限空中打击，如果不能让伊朗放弃核武计划的话，那就接着展开超级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要推翻目前的伊朗神权政府。甚至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说了，针对了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可能会存在重大风险，或者使美国卷入长期冲突由于美国呢是持续的在军援以色列还有乌克兰，所以导致它国内的防空飞弹等关键弹药库存是严重不足。中东盟国则表态拒绝提供军事基地以及领空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非常贸然的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就简直是让美军面临非常大的战术以及人员风险啦。不过呢，川普也出来驳斥了，说呢，有关于军方很担心对伊朗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可能有困难的报道他出面驳斥了，同时表示呢，他比较希望的是以外交手段去化解纠纷的。但是真的是只透过外交手段吗？我们现在看到美方的军力呢，正在向中东集结庞大的兵力包括了2艘的航空母舰、战斗机，还有空中加油机，甚至美国正考虑要对伊朗实施有限打击，并称德黑兰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时间所剩不多了但是你真的有办法对伊朗来进行军事打击吗？我们来看到这一篇非常离谱的报道，也就是呢，要开往中东的福特号，它的污水系统故障了官兵要上厕所得要排45分钟兵都受不了，说我要退伍其实这艘美国最新航母呢，它的马桶系统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设计缺陷。好，那么这个福特号面临了这样子的马桶危机、厕所危机，因为舰上呢可用的厕所数量不足，导致有4600名的官兵必须要排队上个厕所要排什么？排到45分钟，而且呢相关的系统呢是没有办法在海上进行修复的，所以呢很多的水兵被迫排队近1个小时那没有办法上
在岸上修复是为什么呢？因为原本是只有6个月的任务，现在一直在延长到8个月了。那部分官兵已经排到受不了，扬言要退伍了。好，除了这个福特号的马桶危机之外呢，我们来看到啊，本月中的时候，在加勒比海也发生了这个撞船的事故。这个是美国海军的伯克级神盾驱逐舰特鲁斯顿号，快速战斗支援舰补给号。11日呢，在加勒比海发生了撞船事故。那现在呢，也有这个中校被拔关了。好，另外呢，美军也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像是它的黑鹰啊，不靠买新机称战力，评估改走民间产线来翻修啊。好，另外呢 ，T7训练机也全数获准要加速生产了，就是因为怎么样，美军的军事量能显然已经陷入一个疲惫的状态了嘛。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真的能够去对抗伊朗甚至是拉美的情况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美国川普很明显的没有打算这个采用小布希时代在2003年去攻打伊拉克的一个地面部队跟海空的联合作战的方式，把这个海珊的政权推翻当时打了1个月进展的速度很快，美军死亡的人数确实很少这个伊拉克的军队60万的大军很快的就投降了，就瓦解了。海珊的政权也就宣告结束，但是伊拉克的地形相对来说是好打的，因为它是平坦的，它也就是北面高，那么东南面低这样的一种态势，本来应该要从土耳其那边进来是比较容易打，但是后来美国因为土耳其不肯借道，美国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由南往北打，仰攻的这样的一种打法，但是凭借的这种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所以打得很顺利，可是问题是伊朗就不一样了。伊朗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数很多，8800多万人。第二个呢，就是伊朗的民兵组织的势力比它庞大，而且一直还在战斗中，所以他们的作战经验很丰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地形是就是东西向切割的，所以部队一进去以后会被地形所切割。那这样的情形下会打到一个就是没完没了的一个战争，就好像后来就是之前2001年美国去打阿富汗的战争一样。所以对于川普来说，这一次他没有打算派这个地面部队、海军陆战队跟陆军都没有，所以只用海空军，透过轰炸就把这个伊朗炸到投降，这个难度高，这个想要复制这个塞尔维亚的那样的一个战争经验恐怕不容易。塞尔维亚土地面积小，人口少，然后可以不断的轰炸，而且当时也炸了大概半年多左右，武器弹药是够的。可是对于伊朗来说的话，美国现在的武器弹药是不够的，他没有办法对于伊朗这么大的面积来进行无止境的轰炸，所以他事实上还是以谈判为主，军事行动为辅。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用军事行动作为一个极限施压的方法，所以目前可能会分2阶段的一个打法。第一个阶段打法就是先小打，也就是对于你的有价值的军事目标先打，那么警告性说你不妥协、不达成协议，我就准备要大打，这是一种方式。可是问题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什么会一直提出警告？因为伊朗的国土面积大。当美国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击落。第二个就是美军的战舰靠近伊朗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击中，不一定会被击沉。所以美军不可能像打这个绑架这个马杜罗一样毫发无伤。所以他一直建议这个川普要慎重再慎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到目前为止举棋未定的原因。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董哥。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真是一个历史上很错愕的事情啊！大家记得当年1979年他们那时候很讨厌伊朗的巴勒维家族，巴勒维跟台湾关系非常好，那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他赶走一个迎来的就是一个神前的一个组织啊，那时候最有名就是科梅尼那科梅尼到现在他们神前的领袖，他是比总统大他可以否决你们所有的决议因为他代表神权那这个人就大家所熟知的哈米尼，他今年87岁
那川普是1946年出生的，今年80岁啊，两个老人家要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而且可预期的大概，川普现在如果被大法官打脸的话，那能够让他扳回一点颜面的，就是说我去打一个比我弱的人，那这个弱，刚刚你听赖老师精辟的分析就知道，这个打不容易打，因为伊朗实在太大了，那现在世界战争的情况是怎么样？大家都从这4年的俄乌战争看出来的，最主要就是导弹和无人机，最主要就这样，为什么？因为可以避免自己人员的死伤嘛。你这些机啊、弹啊打出去，就是一些财务损失而已。你要是有死伤的话，人家家属就找你算账啊，你就要赔偿啊。那些参众议员就找你麻烦了。为什么我们子弟都死在海外啊？对不对？这是川普在避免的。我不要我的美国人死在海外，那他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去打。那大家今天看的就是说，这个仗打下来的话，对川普可能可以争回一点颜面，说，你看我们把伊朗打得怎么样？大家记得半年前，他们用隐形的，然后去轰炸他的那些核设施，是很得意啊。那现在，当然因为伊朗一定有准备，你敢打我，那我现在所有东西都准备。那准备的话，对川普来讲的难度比较高，而且他是深入内陆要去打，那这个困难度又更高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在举棋不定，我要不要用这个小胜利来？他一定会小胜利。那用这个小胜利来扳回一城呢？可是这个中间我下来，我马上要去跟习近平碰面了。碰面之前，日本那个还要来找我，它里面有一些牵连在这里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说这东西就变得更复杂，也是川普现在的难题里面更加的一个难题。对，已经有关税的难题了，现在还有这个难题，我们请教苑老师。墨西哥的问题也要聊一聊啊。墨西哥的情况非常非常麻烦了，这个最主要原因，他们在这个缉毒的过程当中啊，就把他们这个墨西哥这个毒品啊，这个家伙被打死，什么欧塞奎拉，他是一个，这大概是全世界里面缉毒化的，他的底下的悬赏的奖金就是1500万美元呐。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被打死了。底下的话，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这个黑帮啊，原则上就是这个民不与官斗啊。墨西哥刚好相反，他们这个黑帮啊，就是贩毒的黑帮的军事武力啊，据说有坦克车啊，还有无人机啊，还有非常重要的武器，可以把军方的直升机给打下来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了几件事情，真的是让墨西哥丢脸了啊。首先的话呢，所有的度假胜地就直接攻击啊，然后的话呢，又攻击在这个道路啊，高速公路上设定了路障啊，设了250多个路障。最严重的事情是在机场的等飞机的大厅里面就直接开火。那这个事情的话呢，让墨西哥丢脸丢得非常非常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以前墨西哥有个总统说过，墨西哥这个国家啊，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毒品啊，这个墨西哥人基本上，如果说他们都种玉米的话呢，那这个生活简单一点，但是贫困很多。但是你改种这个罂粟啊、cocaine 啊这些的话呢，那么收入非常多，而且呢，美国确实有这么大的需求量，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墨西哥一直不断的提供了美国各式各样的毒品的话，就是产生的一个结果啊，就是造成这种现象。就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钱赚的越多啊，就是原来的话，墨西哥最大的团体合起来的话呢，赚50多亿美元呐。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你现在突然说这件事情要弃毒，一不小心把他们领袖给干掉了以后，就出现这个结果。另外我聊一下这个福特舰啊，福特舰有3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特殊啊。第一个奇贵无比啊，130亿美金啊，这不吓死人啊。那第二个的话，电磁弹射永远弹不正确啊。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原来的话呢，就是一个电磁弹射都没有办法成功。这个川普自己讲的，说电磁弹射不要了，我们改成原始的蒸汽弹射。那现在派到中东去了以后，居然出现了连这个上厕所都有这个大问题。今天我看这个消息，我乍看一下以为福特舰是属于印度的。